随着近期俄乌停火谈判的开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当选了6年时间。许多人都曾提起他从演员到政客的转变，但从成立政党到赢得选举的这几年时间里，其实还有许多人参与了泽连斯基从演员到政客的转变之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泽连斯基当初是如何从演员跨界到政治领域，以及他背后的智囊团和支持者们。泽连斯基在1978年1月25号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克里沃罗格市生活。泽连斯基的父亲是当时克里沃罗格国立经济技术大学的教授，还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主攻计算机硬件与控制系统。母亲也有过工程师的任职经历，因此真要算起来，泽连斯基是出生在一个学术世家。其实我们不管怎么看，泽连斯基的成长经历中都没有多少政治基因和艺术背景，但他偏偏是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不仅成为驰名全国的演艺明星，还当选了乌克兰总统。要做到这一切其实是不简单的，因为泽连斯基起初连乌克兰语都不会，他是以俄语为母语，直到小学2年级的时候才在学校接触到了乌克兰语，并且接触归接触，平常和亲朋好友交流时基本上也用不到。泽连斯基真正打下乌克兰语基础还要等到1994到2000年，也就是他入读克里沃罗格经济学院的时候。也正是在泽连斯基逐步掌握乌克兰语的过程中，他遇到了自己今后政治生涯里的第一位贵人，他就是伊万·巴卡诺夫。伊万和泽连斯基都出生在克里沃罗格，两人呢是童年好友，后来也都在克里沃罗格经济学院就读。这所学校现在已经改制成了乌克兰国立经济技术大学，但泽连斯基与伊万在大学阶段最大的收获，既不是经济也不是技术，而是在演艺事业方面的建树。可以说，泽连斯基后来之所以能当选乌克兰总统，很大一部分程度上靠的就是在演员生涯中塑造的形象。早在1995年，17岁的泽连斯基就报名参加了俄语区的著名电视喜剧竞赛节目 KVN。 这是一档电视问答和短剧表演节目，以轻松幽默著称。泽连斯基在节目中的表现相当不错，并在1997年季度中成功胜出。也正是在同一年，泽连斯基创建并领导了自己的第一个喜剧团队95街区，也就是后来的95街区工作室。身为泽连斯基好友的伊万·巴卡诺夫也是95街区的核心成员。换句话说，泽连斯基在正式加入某个政党之前，就是以95街区为主要基地，来逐步参与社会活动，并拓展自己人脉圈的。不过，即使泽连斯基和伊万都在95街区这个团体活动，两人的事业侧重点也不大相同。泽连斯基更专心于演艺事业，其在1998到2003年间多次参加了 KVN 喜剧联赛。他要么是在莫斯科活动，要么就是在其他前苏联国家巡回表演。到了2003年之后，95街区工作室更是升级成为了一个电视节目制作团队，开始向乌克兰国内的各个电视台提供自制节目和电视剧。自此之后，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国内的名气就开始逐步攀升。他先后主演了剧情片《大都市之恋》和《大都市之恋2》，随后更是涉足电影行业，出演了《办公室恋情》以及《雷热夫斯基大战拿破仑》等影片。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泽连斯基版本的拿破仑形象，就是在这几年登上荧幕的。也就是在泽连斯基奋战于影视圈的这段时间，他的好友伊万·巴卡诺夫则将目光投向了企业界，尤其是乌克兰国内的水力发电站领域。当时乌克兰的国家财产基金体系内有不少水电站需要外包运营，伊万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租赁乌克兰各地的水电站。在最多的时候，挂靠在伊万妻子奥克萨娜名下的水电站多达7座，包括位于基辅州的博古斯拉夫水电站和迪比涅茨水电站。事态发展到这里，似乎伊万就快要和泽连斯基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径了。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恰恰相反，
伊万非但没有忙于和拍摄电影的泽连斯基疏远，反而还从2013年1月起开始担任了95街区剧团的团长，并在同年12月开始担任了整个95街区工作室的负责人。已经涉足企业界并常常和乌克兰政府打交道的伊万，即将助力泽连斯基完成一次个人形象上的大转型。而这次转型的分水岭，正是乌克兰著名电视剧《人民公仆》。可以说，在泽连斯基真正当上乌克兰总统之前，他就已经在这部剧中以总统形象登场了。我们下面就从这部电视剧讲起，看看他是如何完成从演员到政客的转变。其实，在《人民公仆》正式上映之前，泽连斯基主导的95街区工作室就已经遭遇过几次政治摩擦了。首先是2014年8月，乌克兰文化部打算起草一份文件，禁止部分俄罗斯电视从业者和俄罗斯影音制品进入乌克兰。因为此时克里米亚事件已经爆发，俄乌关系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虽然这项禁令是乌克兰政府的意志，但当时同样作为电视从业者的泽连斯基并没有持赞成意见。当时的他认为，艺术应当超越政治，所有艺术家都应当享有展示作品的权利。只是这一表态后来又引起了国内保守派的不满，而这次摩擦只是一个开始。3年之后，泽连斯基主演的浪漫喜剧《大城市之爱2》又在乌克兰国内被禁。政府给出的原因呢，是该片不符合乌克兰电影拍摄手法，并且考虑到该系列电影是使用俄语拍摄，并且也长时间投放在俄罗斯市场。泽连斯基很有可能是在俄乌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触发了关于亲俄作品的审查机制，最终导致《爱在大都市2》被禁播了。看到这里啊，大家是不是已经发现，泽连斯基和他的团队并不是一群随波逐流的人？他们也不是完全远离政治，也有自己的观点和坚持。要知道，泽连斯基做这一切，并非是为了保障自己的俄罗斯市场，因为就在禁播事件不久后，泽连斯基领导的95街区工作室就向乌克兰军队捐赠了3.3万美元，这直接导致了俄罗斯政治界和文艺界人士对他群起而攻之。因此，如果要说泽连斯基总爱和乌克兰政府唱反调的话，那他其实就更不怕俄罗斯的反对声音了。而这种既不盲目顺从国内保守派意见，也不屈从于外部压力的态度，事实上就成为了泽连斯基后期政治形象塑造的主线。而这条主线的背后，大概率也有伊万巴卡诺夫的建言献策。2015年，泽连斯基出演了著名电视剧《人民公仆》。在这部剧中，他饰演的角色原本是一名历史老师，却因为痛斥乌克兰政府腐败而赢得了民心，阴差阳错地赢得了总统大选。我们光是看这个剧情选题，就能看出他和他的团队绝非是无心政治之人。而泽连斯基也凭借自己在剧中诙谐幽默而又贴近现实的表演，充分展现出了一个普通人在政治舞台上的种种经历，可以说是引发了乌克兰民众的强烈共鸣。泽连斯基的这个名字已经与乌克兰总统这个名词逐步绑定，他没有给自己打广告，却已经完成了最好的政治造势。至此，泽连斯基踏入政坛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儿。2018年3月，在演艺界已颇具盛名的泽连斯基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那就是成立人民公仆党。这个政党的名字啊，和他先前参演的电视剧同名，而且他先前在剧中塑造的那个正直公道的总统形象，也为人民公仆党奠定了一些群众基础。我们从乌克兰2019年总统大选之前的国内民意调查结果就能看出这种趋势。早在2018年10月，泽连斯基就已经在民意调查中领先，这个时候他甚至都还没有宣布参选，就获得了一定威望。也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越来越多的元首最终加入泽连斯基的竞选团队。我们接下来就简单盘点一下。首先是泽连斯基背后的几个主要的竞选资金支持者，例如阿德南·基凡和伊霍尔·科洛莫伊斯基。阿德南呢，是乌克兰著名的叙利亚裔投资者和企业家，生前长期定居于敖德萨，也是该市主要的房地产开发商。其创立的卡多尔集团在乌克兰商界具有重要影响力。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在2021年的估计，阿德南的个人财富高达2.4亿美元。凭借这样的资金实力，他成为了泽连斯基在2019年大选中的主要资助者之一。除了阿德南之外，曾经的乌克兰能源与金融大亨伊霍尔·科洛莫伊斯基也曾是泽连斯基的主要资助者，他承担了竞选团队的主要宣传费用。当然，要进行总统竞选，光有资金还不够，合理的操盘与运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在竞选活动期间，除了我们先前提到的泽连斯基童年好友伊万·巴卡诺夫曾经出谋划策外，泽连斯基还有一个助手，那就是谢尔盖·谢菲尔。身为导演和制片人的他，也是95街区工作室的创始人。许多泽连斯基参演的影视剧背后都有谢菲尔的支持制作，例如《人民公仆》和《雷热夫斯基大战拿破仑》。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泽连斯基在竞选初期和刚刚当选总统之后，的确受到了许多影视圈亲信和幕后金主的影响，但泽连斯基最后还是拿回了国内事务的主导权。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泽连斯基其实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政客，也并非是一个临时起意匆忙去竞选总统的政客。当泽连斯基决定要去拍《人民公仆》这部讽刺乌克兰国内贪腐现象的影视剧时，就已经反映出了其对一些政治现象的看法了，那就是精英政治并非万能解药，乌克兰的选民其实更期待新鲜面孔。而泽连斯基在竞选过程中主打的就是一个亲民形象，他也反复告诉选民，我和那些政治世家出身的传统精英不同，正如人民公仆中的历史老师出身平凡，而因为忧心国家而最终成为总统那样，泽连斯基也是以一个政治素人的形象向选民传达自己的改革决心。泽连斯基的竞选团队非常重视社交媒体的运用，他们曾发布过大量泽连斯基与普通民众互动的视频和照片。画面中，泽连斯基深入街头巷尾，与普通民众热切交谈，就像是居民身边的一个热心邻居一样。他会走进学校、工厂，与学生、工人交流，分享自己对国家未来的规划。这在乌克兰国内的传统氛围中，的确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泽连斯基在后来所做的事情，也就是选择一条和大部分政治家不同的道路。正如当年大部分人认为他会在俄乌开战之后撤离基辅，但他却不曾离开首都那样。或许对于政治家来说，有时敢于坚持自我，也就成功了一大半。至于泽连斯基一路走来最重要的支持究竟是来自哪里，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